在中国不受待见的丰田为何成绩越来越好了？网上一搜丰田车出现的相关消息都是负面的，像电动化成绩不够出色、动力系统、智能化表现不够出色等。这些消息让网友们一度认为丰田的销售成绩非常差。但从全球市场上来看，丰田的销量依旧处在强势增长的状态，只是在我国表现得不够强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国内外不同的销量结果？丰田在国内的风评变差，从结果上来看，它并没有失败，这是否代表我们太过高看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呢？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既然都说丰田不好，为什么它的销量还在涨呢？首先要分析的是，为什么丰田的口碑在我国会下降？这个问题的核心答案是丰田的电动化成绩不够出色。这一点从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和雷克萨斯3家企业下滑的销量中都能够有所体现。而日系企业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就开始在价格上花心思，用降价的策略稳住了不断下降的销量。虽然车本身的性能并不是很优越，并且大家对它基本上是处于口诛笔伐的态度，但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尽管丰田在我国的市场中不咋受待见，但是对丰田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丰田发展的核心导向是全球市场。这样的战略定位也让丰田的企业版图变得极其庞大，拥有全球8000万辆级的市场。这样的市场统治力并不是那些只立足于我国市场的企业所能抗衡的。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丰田还研发出很多的新款车，投放到销量更好的海外市场中去，像是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根据丰田发布的8月全球销量显示，该销量相较于去年增幅达到了 9.4%。今年丰田在全球的销量达到了726万台，同比增幅更是达到 5.9%。所以说仅仅是根据丰田在咱们中国的风评，就认为丰田马上要倒闭的想法，未免有点网上及世界了。既然丰田在国外卖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中国还天天被骂呢？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异？丰田车在中国生意惨淡，在全球却销量暴涨，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国内外如此大的差异呢？从国际市场上来看，丰田不仅没有像众多网友认为的那样经营惨淡，反而依旧是全球销量前几的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丰田宣传到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在10几年前，丰田推出了一句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这让很多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品牌。丰田车的优点就是实用性高，并且很耐用、省油。但是后来买过的人发现，大家的嘴都挺严，丰田车的优点倒是口口相传了，怎么缺点没啥人说呢？首先，丰田车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动力表现令人失望。之前有很多人说国产车的发展是借鉴日系车的发展路线，但那只是之前了，现在的国产车发展路线更像是大众车。根据现在热销的车型来看无论是大众车还是咱们的国产汽车，他们的生产技术都是在致力于研究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通过涡轮增压来提升动力以及降低能耗。在大众车和国产车都非常强调的动能输出能力上，丰田车却坚持使用自己 1.2 升的排量，根本一点也不重视这方面。从这一点上来看，也不能怪网友们骂丰田车，毕竟这对比就在这搁着呢。人家的优点正好能反衬出丰田动能上的不足。除了这个，丰田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的车漆太薄太软，这让车变得非常的娇嫩，一磕磕碰碰就会受损。想想咱们花10几万买台车，当然是希望它方便耐用些。但是不得不承认，丰田车虽然在中国卖得不好，人家在全球依然是增长的状态，好像中国市场在国际上也掀不起什么波澜。那这是否能证明中国市场并不重要呢？丰田在国内被疯狂吐槽，在国际市场却混得风生水起，目前仍是销量增长的状态。中国市场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丰田的发展，那这是否能说明中国市场在国际上对于一些大公司而言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或者意义并不大？我想这一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我国的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大，相信任何行业对中国这片市场都不想放弃，即使是家大业大的丰田。只能说丰田在中国销量的不如意，是因为它坚持自我，说的好听一点叫不忘初心，说的不好听一点，丰田的这种做法就是固执，不愿改进，也不愿听从市场中消费者的意见。那国外市场中的消费者人傻钱多，并不代表着咱们国家的消费者都是这样好骗。
虽然说丰田和三星这样的企业，即使没有中国市场，也能活得好好的，是否得到中国市场的青睐，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只是钱挣得多或少的问题。但对于其他品牌的企业来说，中国市场就不是这样可有可无的了。我国市场的消费潜力不仅为全球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而且还能够更加精准地满足着世界各地消费者持续增长的需求。可以说，咱们国家的市场同时也是世界的机遇。只能说，不在意中国市场消费者意见的丰田公司，这一波算是把路给走窄了。但国内的汽车发展却并没有止步，可能有一天丰田会突然后悔这一决定，但谁也不知道那时候中国的汽车市场会是什么样。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